周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中方还向美方提出4份清单。据悉，两人的会谈超过5个小时。20国集团外长会已于周五在印尼落幕。Very much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time with State Councilor Wang Yi.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face-to-face or sometimes mask-to-mask diplomacy. In a relationship as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as the 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re is a lot to talk about.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a productive and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随后，双方进行了闭门会谈，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仍未走出上届美政府制造的困境，甚至还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现实状况被所谓政治正确所绑架，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根本原因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由此制定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偏离了正确轨道。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正患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如果任由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王毅强调，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就应该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停止抹黑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内外政策。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打新冷战，就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停止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既然美方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就应该停止掏空歪曲一个中国政策，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不得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美方还应尽快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单边制裁。对于美方表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王毅表示，中美3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靠的防护。只有切实履行各自在3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坚持正确方向，及时排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双边关系就不会脱轨失控，否则再多的护栏也起不到作用。中方据此向美方提出4份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去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中方曾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有分析指出，中美关系是要有护栏，但护栏不能由美方单方面定义。换言之，中美关系确实需要健康发展，但这必须建立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所谓良性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是美国单方面开条件，中国单方面遵守和执行。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不能由美方单方面制定。美国至今它的对华政策还建立在错误的中国观和中美关系观的这种基础之上。拜登总统他所承诺的4不一无意的这个承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美方至今呢还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错误的做法以及错误的对华政策，他的这种做法呢阻碍了中美关系呢回到正确理性的这种轨道上面，还需要美方呢切实改变他的一些错误做法。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王毅还就涉疆、涉港、海上问题等据理批驳了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操弄台湾议题，以台制华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在美国全面恶华的背景下，未来必然不会放弃台湾这枚棋子，这也正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难点与风险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在谈护栏的问题。那么在台海问题上，我想这个护栏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那么近半年以来，或者说从拜登上台以来，美方就一直在向台湾当局传输错误的信号，做出一些错误的行径。就在这2天，美国国会议员还在窜访台湾，怂恿台湾当局一台制华。
会谈中，布林肯介绍了美方的对华政策，表示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美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中的风险因素，对同中方开展合作持开放态度。外交领事人员履职创造更好条件，重启人文议题交流磋商。双方还同意加强气变、公共卫生等合作。中方还提出了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设想。双方并就乌克兰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中美高级别官员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进行了频繁互动，这十分罕见。6月1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会谈。3天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紧接着，7月7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进行视频通话。有分析指出，一系列高层互动显示出，尽管中美矛盾非常尖锐，但不陷入战略对抗和动荡是双方的底线。尤其是2次军方沟通，对中美双方确定托底机制、稳定双边关系有着积极意义。此外，王毅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于周五的会面，同样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会议恰当其时，当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我们2国人民世界各界的高度的关注。我希望我们珍惜这面面对面交换这个机会。这是中澳外长近3年来的首次双边会晤，也是中澳防长6月新加坡会晤后2国高层的再次互动。自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带领工党政府5月开始执政后，中澳之间逐渐恢复对话。I'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as Australia's Foreign Minister representing the new government, and we remain committed to a stable,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Indo-Pacific. 黄英贤会后发表声明称，双方进行了坦诚交谈，并认真听取了彼此的优先事项和关切。黄英贤称，澳大利亚在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国际舆论认为，中澳2国高层官员沟通恢复，标志着2国关系逐渐解冻。英国《卫报》将此次中澳外长会面称作是外交解冻。彭博社称，澳政府改组为2国关系可能改善提供了机会。没有联合公报，没有全家福，为期2天的20国集团外长会周五在印尼巴厘岛结束。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外长们先是集体缺席东道主印尼周四晚举办的欢迎晚宴，周五又抵制 G20 外长们拍摄集体照，仅因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参与。关于俄乌冲突、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的争吵几乎贯穿每场会议，多边主义缺失引发媒体担忧。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出席会议表示，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国际社会期待20国集团凝聚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合作，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本次 G20 外长会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周五的会议为闭门会议。印尼外交部表示，当天的2场会议分别涉及加强多边机制和讨论全球粮食能源危机。东道主印尼外长雷特诺在周五的会议开场发言中表示，我们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全球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Multilateralism is not perfect, but can we imagine if we have to live without multilateralism? I'm sure the situation will be even worse. Unilateralism will become the norm. The mighty will take all. And surely, and I'm sure, this is not what we want.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多边主义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希望各方切实将多边主义付诸行动，促进互联互通、开放包容，更好应对当前紧迫挑战。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国际上的事情应由各国一起商量着办，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制定和遵守，重视别人的安全，维护大家的安全，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安全。国与国之间可以公平竞争，但不应该是恶性竞争，甚至恶意对抗。搞封闭排他的小院高墙，是逆潮流而动，注定只会失败。他表示，粮食和能源攸关世界经济健康运行，影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落实。当前形势下，20国集团应承担应尽责任，建立大宗商品合作伙伴关系。那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就是说导致了世界粮食价格、能源价格飙升，那实际上也是加剧了世界的这个能源和这个世界粮食的危机。那所以说，中国提出各国要加强在粮食问题上的这个共同的合作，那实际上是顺应了当下的这个时局，也是符合各方的利益。那希望就是说20国集团其他各方也能够顺应时势的这个发展，然后承担起这个责任，共同应对了这个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不过，整个会议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故意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明显。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东道主印度尼西亚于周四晚间主办了晚餐会，但美国、日本在内的这些国家外长全体缺席了该活动。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称，林芳正外相无法出席有拉夫罗夫在的社交场合，这基本代表了这些国家孤立俄罗斯的一致立场。印尼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确实有些国家的外长没出席晚宴，但晚宴不是强制性的。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将出席第二天的会议。周五 G20 外长会举行全体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二人首次参加同一会议。其中一场会议主题是全球粮食与能源安全，但欧美国家外长却在俄乌问题上大做文章，脱离了议程。拉夫罗夫在会议上直言，如果西方不想进行会谈，而是希望乌克兰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那么也许和西方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发言结束后，拉夫罗夫走出了会场。当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刚开始发言。在场的外交官说，当时贝尔伯克针对俄乌战事批评俄罗斯。目睹了此事的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指责俄方无意对话。他称，这清楚表明他对与其他19个伙伴国的国际合作或对话不感兴趣。拉夫罗夫则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оголтелая русофобия, которой они подменяю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о ключевых вопросах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финансов, для ч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 在被问及布林肯拒绝与其举行会谈、不想与他合影的问题时，拉夫罗夫说：“放弃沟通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我们不会追着任何人要求开会，我没邀请任何人拍照。”拉夫罗夫还缺席了下午的会议，因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表视频演讲。实际上就是说，这个20国集团是这个全球经济治理的这个首要平台，那理应是各国在一起这个共同商量如何集体应对了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的这个经济问题，包括能源问题啊，这个粮食危机等等。但是呢，这个7国集团把20国集团变成一个怎么样呢？这个大国竞技的一个角斗场。那实际上是偏离了20国集团它的这个宗旨和原则。印尼外长雷特诺在会议结束后的讲话中说，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各国外长决定出席此次会议并非轻率。所有与会者都对飙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感到担忧。一些 G20 国家呼吁通过外交和谈判结束俄乌冲突，将俄罗斯化肥和乌克兰粮食重新纳入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香港南华早报周五报道称，G20 外长会被大国之间的争吵蒙上阴影。分析人士称，这可能会阻碍印尼推动多边主义与和平的努力。报道引述印尼学者沙菲亚·穆希巴特的分析说 ，G20 外长会结束后通常会发布联合公报，今年不发表公报的事实，凸显了该组织今年面临的裂痕。不过，他还认为这不会妨碍11月召开的 G20 领导人会议。争吵确实创造了不太理想的环境，但西方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将发言权让给俄罗斯会适得其反。好，香港题马上来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熊礼立。熊先生你好。中美外长今年首次面对面会晤，护栏成为焦点词。为避免中美之间出现战略误判，那您认为这个护栏要如何设？
说到底呢，护栏呢也是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比较复杂挑战的形势下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也就是说呢，近年来由于美方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总基调，因此呢，中美关系其实呢出现了不小的波折。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必要呢避免中美关系陷入更大的误区，因此呢就提出了护栏这一概念。说到底呢，就是给中美关系加上那么一层保险。那么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实际上护栏呢，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双方要对对方的意图呢进行合理的判断。说到底呢，首先就是美方要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要尊重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对中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呢消除敌意。这实际上是美方目前他如果说真的想铸就所谓的护栏，实际上他们是非常需要做到的。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护栏呢，实际上目前的形势下看，就是美方一定要兑现自己的对华政策基本承诺，要真的将对华政策作为关系到美方、作为关系到中美双方乃至全世界根本利益的重要大事来做。也就是说，就像美方自己讲的那样，中美关系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是没有灾难的竞争，说到底就是这种竞争一定是有底线的，是可控的，是不能够给美方自己的利益、给中美双方利益乃至全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护栏呢实际上充分反映出当前中美关系它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波折，面临着比较复杂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呢，它确实也反映出中美双方都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中美关系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正常健康的发展。近1个月来，除了此次中美外长会晤，两国高层官员还举行了多次面对面会晤。那这样的高频次的接触，您认为对中美关系会产生怎样的积极意义呢？实际上呢，近年来中美关系呢，一方面呢波折不断，面临着很多挑战；另一方面呢，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之下，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呢还是非常频繁的。这其实呢也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当前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坚持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只是在有必要合作的时候进行合作，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但是呢，很显然，拜登政府或者说至少拜登政府执政团队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美关系尽管是竞争关系，但是中美关系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实际上也希望能够经营好中美关系，而要经营好中美关系就需要双方进行高层的这种密切的互动，能够实现双方政策意图的充分沟通，从而避免双方战略意图的重大误判，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彼此表达核心利益诉求，实现双方更好的合作，能够实现双方这种互利共赢，这种高层互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这次G20外长会期间，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对立和交锋还是很激烈的。您觉得这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前乌克兰冲突仍然在持续进行，而20国集团可以说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的一个大聚会。也就是说当前要解决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重要问题，20国集团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平台。但是很显然目前20国集团它受到乌克兰冲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它本身是20国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俄罗斯在20国集团当中始终也在继续进行着活跃的外交活动。美俄双方目前很显然是将20国集团作为外交拉锯战的一个重要的角力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乌克兰冲突或者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影响20国集团的正常运行。而20国集团它和之前的7国集团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仅仅是国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相比之前的G7或者7国集团，20国集团其实大大的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这种成员的数量。也就是说，在20国集团之内，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实际上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20国集团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台共同处理重大的全球经济治理事务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而当前受到乌克兰冲突的影响，美俄
在20国集团的各种场合这种外交角力不断，本身呢，它就会极大的影响这种20国集团的正常的对全球经济事务的讨论和处理。当然呢，也不可避免的会对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经济事务的参与构成重大的冲击。而相比之下，7国集团呢，它的成员数量较少，而且呢都是发达国家，俄罗斯呢又不在其中。那么他们本身呢，虽然是一个小圈子、小院高墙，但是呢，相比之下呢，它并没有直接受到俄乌冲突太多的干扰。而20国集团，因为也包括俄罗斯这样的成员，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国集团它本身呢是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经济事务的参与是构成了比较大的制约。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乌克兰冲突持续不断，全球的这种大宗商品货物它的价格呢持续提升，从粮食到煤炭，从石油到天然气，它本身呢价格不断的提升，也极大的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负担，造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原材料的供给，还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的大幅度提升。这实际上呢，也是乌克兰冲突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重大影响所在。相比发达国家呢，发展中国家往往它的经济呢，实际上应对风险的能力呢更差一些。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比较大的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9号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对安倍晋三前首相突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安倍晋三前首相亲属表示慰问。习近平指出，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做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根据中日4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同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向安倍晋三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女士致唁电，表示哀悼和慰问。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五遭枪击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终年67岁。凶手的这2声枪响震惊日本社会乃至全球，不仅终结了一位日本前领导人的生命，也给未来日本政治及社会发展留下了诸多待解谜团。周六当天稍早时，岸田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岸田在电话会谈后告诉记者，他已向拜登转达日本愿意保护民主，而不屈服于暴力。实际上，安倍虽然于2020年卸去了首相之职，却退而不休，仍以保守势力精神领袖的身份活跃在日本政坛。出事前，他是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且是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清和会的首领。他的一言一行仍在日本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其继任者无论菅义伟还是岸田文雄，如果没有安倍的支持，都不可能上位。那以外交为例吧，我们看到岸田文雄实际上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是外相，可以说现在岸田执行的很多政策都是安倍政策的一个延续。那这种政策的话，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被执行，甚至可能被强化。所以就是说，安倍的影响力在日本的政坛依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没有了安倍的日本政坛会发生什么？知名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分析，一是保守派的分化组合。由于安倍的强势存在，保守派的下一代领导人中，暂时还没有能够服众之人。像安倍这样时代三公且本身又有一定政治能力的人物，更是难寻。群龙无首，保守派恐怕会出现一轮分化组合。二是政官界的洗牌，安倍之死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力真空。自2012年以来，日本政官两界的很多事情，比如重要人事、运行体制、分立机制等，都是在安倍主导下安排的。由于安倍退下来后的强大影响力，继任者或是萧规曹随，或者是出于各种忌惮，并没有过多触动旧有安排。如今安倍不在了，原本被他压制的党内矛盾和局域很可能会浮上水面，一轮政官界大洗牌恐难避免。三是日本的政策前景，
安倍在政治、经济、外交、安保领域都有比较明确的想法和实践。他的遇刺让日本的政策前景多了一些变数。以修宪议题为例，如此重大的议题，只有兼具政治资源、政治能力和政治意图的人方能推动实现。安倍是比较有能力接近这一目标的领导人，其他人则或是有想法但缺资源能力，或是有资源能力但缺乏强烈动机。如果保守派要推动修宪，可能要耗费更多时间，投入更多资源。对日本政治来讲，一个很大一个潜在的影响就在于，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对于日本的外交来讲的话，实际上对美外交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在日本政坛有个共识，只有安倍能搞定特朗普，只有安倍能搞定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那如果2024年特朗普重新回到白宫的话，对美外交怎么办？谁来接替安倍？谁来搞对美外交？对日本来讲的话，这个实际上虽无尽忧吧，但是远虑已经开始存在了。安倍晋三前首相遇刺对接下来的日本政局，尤其是岸田内阁的执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认为安倍虽然是一个早已退休的首相，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个过气政客。一般的政客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安倍是不在其位专谋其政。一般的政客是人找茶凉，安倍这是人找了，茶还是热气腾腾的。这个一方面是因为退任后的安倍仍然是自民党内7大派系中最大的一个派系，也就是安倍派的掌门人。这个派系在国会内共有87个议席，既可以操控自民党，也可以操控日本国会。因此安倍遇刺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倍派。接下来就要看他指定的接班人萩生田光一能否顺利接班，否则安倍派就有可能会走向示威，日本的派阀政治就有可能要重新洗牌。另外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有着老人政治的传统，退休政治人物往往喜欢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干预政局的走向，而安倍本人更是退而不休的典型。他非常喜欢利用自己退休领导人的身份，更加无所顾忌地对政局发表意见。比如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同时也是美日同盟有事。美日在俄乌冲突之后应该共享核武器，就是他的所谓杰作。这些政见有的可能是为了挟制岸田，有的这是与岸田分工协作，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过我同时认为，安倍的遇刺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比如对日本近年来的政治右倾化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是先有日本几十年的政治右倾化，才会有右翼政客安倍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日本的政治右倾化造就了安倍，而不是安倍造就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那安倍晋三前首相遇刺，您认为又会对周日即将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确实，周日的参议院选举对于自民党以及未来日本政治的走向非常关键。在去年的选举中，自民党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取得了2/3的控制权。假如这次再拿下2/3的参议院控制权，那自民党就将取得修改和平宪法所需要的票数。根据安倍遇刺前的民调，在周日的选举中，自民党及其修宪的友党有望刚刚跨过参议院2/3的席次的门槛，而安倍恰恰在即将选举前2天遇刺，这有可能会为自民党带来更多的同情票，因为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生前力推的事情，也可以说他的最大的遗愿。选民有可能在情绪的作用下，用选票帮助安倍来实现这个遗愿。也就是说，安倍的遇刺将会极大地增加自民党在周日选举中的胜算。我相信这就是自民党在安倍遇刺之后将事件定性为暴力挑战民主，并且坚持按计划实施参议院选举的原因。当然了，自民党修宪面临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是在国会，而是在民间，也就是要在全民公决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国民支持。
而安倍的遇刺调动的恰恰就是民众的情绪。因此，我相信，在排除了国会阻力之后，自民党一定会趁热打铁，尽快推动修宪公投。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五遇袭身亡。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安倍前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做出过贡献，中方向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外界注意到，安倍任内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以牵制中国。那么，安倍的政治遗产将对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在即，日本商界人士又对日中关系有哪些期待？来看报道。安倍晋三2次上台执政时，中日关系都因为钓鱼岛问题跌入低谷。2006年，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成为日本首相后仅10天，就到访中国，走出融冰之旅，也开创了日本首相就任后首访中国的先例。2012年，中日关系再因当时的民主党政府非法购岛事件坠入冰点。到年底2次出任首相后，安倍晋三就开始寻求通过对话与中方改善关系。2014年11月，中日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随后，安倍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中日领导人会晤，中日关系再度转圜。2018年，安倍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活动，还参加了推动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基础设施合作的论坛。在其任内，中日领导人还在多个国际场合有过良好互动。安倍晋三还曾公开表示，若条件成熟，愿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也曾说不排除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但另一方面，安倍晋三又在日本政坛展现了右翼盟主的政治野心，他的对华政策始终贯穿实用主义或投机主义色彩。在安保等层面，安倍积极推进修宪，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特朗普及拜登2届政府连续推行的印太战略，也是安倍政府于2016年提出的构想，目的就在于拉帮结派，围堵中国。离任后的安倍开始反华言论不断，在台海问题上大放厥词，并多次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观察指出，安倍作为日本现代内阁制度形成以来在任最久的首相，无疑在日本政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政治遗产无疑也将对岸田及未来政府产生深远影响。周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就是在继续捍卫所谓和平与民主的重要任务时，如何延续安倍晋三的遗产。安倍他在外交政策当中，从日本人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务实者，他是一个为日本国家利益一个务实者，但是他的这个对中国的认知，包括对台海问题的认知，甚至一些误判，也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强化美日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安全合作，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环球时报周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日军方自去年以来多次密谋勾连，企图诱导、施压岸田政府配合美俄华计划，协助美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部队，通过加强第一岛链建设实现对华一体化威慑。报道显示，虽然岸田政府尚未公开对相关部署做出最终决断，但由于陆基中岛装备灵活性强，日本自卫队以实质性推动中岛部署的前期准备工作。与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同，部署陆基中岛无需就地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可由美军多域特遣部队一抵装配后机动迅速进驻美日军事基地。从公开报道和各种动向情况看，美已将 MDTF 优先部署在第一岛链。分析指出，日本自卫队不顾地区安全，一意孤行与美勾连，意图实现其防卫解禁、军事扩张的危险阴谋，不仅将严重威胁中日关系正常发展，也将对地区和平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但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两国经贸关系依然强劲。中国是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日本也稳居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国。最新数据显示，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在华日企超过3万家。即便是在去年疫情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高达39.1亿美元，相较2020年同比增长16.0%。日中投资促进机构事务局长冈丰树日前接受深圳卫视的专访时表示，尽管当前处在新冠疫情和中美博弈等因素叠加的复杂局势下，但日本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不减反增，显示两国经贸的务实合作的強劲韧性和巨大潜力。昨年、日本の企業に対して意識調査をしたところ、中国、それから世界のビジネスリスクやチャンスどう考えています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質問をした意識調査によりますと、最も有望な国、期待をしている国はどこですかという国の名前を日本の企業に問い合わせましたところ、1位はですね、やはり中国で、回答得票率が 47%。で、なぜ中国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かというと、中国市場の成長性、中国市場の規模、そして中国での収益性に理由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答えております。ただ、アメリカと中国の関係に関わらず、日本の企業の対中経済への関心度、それから依存度は極めて高いということは先ほど申し上げた。在疫情的影响下，日本在汽车、电子等行业的供应链受到极大冲击，而中日贸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这使得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愈发依赖。今、日本の企業の立ち位置は、中国企業としっかり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っていきながら、貿易、そして投資の両面において、既存の国際ルールの中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再度考え直す。再度構築をしていくという努力を続け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になるん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ます。中国は産業の集積が非常に深い、非常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構築にあたっては大変重要なマーケット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日本企業は理解している。在中国居住过20多年的冈丰树是中日经贸合作的见证者。他还在2019年获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以表彰其在推动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贡献。令冈丰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两国在推动企业在第三国基础设施合作上共同付出的努力。2018年10月に当時の安倍総理が中国に訪問したときに、日本と中国の有力企業の間で、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というフォーラムを開催をいたしまして、52件の共同事業について覚書が調印をされました。で、私もこの調印式にも参加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非常に、印象深いお話でございます。第三国のインフラ案件、特にインフラですね。日中の企業が合弁会社を作って第三国で、サポート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協力の覚書を交わしていく。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ところでの協力が期待されると思います。Win-win-win という関係になろう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冈丰树认为，两国应当抓住这个契机，不仅在经贸领域深化合作，也应推动中日青年之间的交流，这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走向的关键点。将来の日中関係をいかに維持発展させるかを考えて、ビジネス、特に若者のつながりを考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大事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この、青少年の世代こそが、これからの日中関係を引っ張っていく人たちだ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我々の世代と違って、今の青少年の世代というのは IT とかインターネットとか SNS を通じて、より近い存在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私自身の家でも、中国の大学生をホームステイとして、何人か招待をして泊まっ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で、私の自宅にも、今20代ですけども、息子や娘が、こういったホームステイをしてくれた大学生との、関係といったものが大変貴重な財産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